哎，你学心理学啊？对啊，给我算算命吧。我太难了。我算了一下，你是个天煞孤星。你看一下我性格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们学心理学的是不是都有点变态啊？你不会催眠我或者给我洗脑吧？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同学都遇到过和我一样在这个短片中的这种情况，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可能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婆，也可能是你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又或者是单纯想要知道你究竟在学什么的父母。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生，准备选择心理学这门专业，又或者你是一个对心理学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可以很好的让你对心理学这一门专业有个初步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心理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广泛上的定义的话呢，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心理现象、意识、行为的科学。我们不学算命，相反，我们需要学的是理科、生物，甚至是部分的数学知识。而且心理学这门专业包含了非常多的分支。当你选了心理学这门专业之后，首先你一定会学习到的就是生物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其中你会学习到神经系统，像是神经细胞是如何运作的，你也会学习到人体器官的结构，尤其是关于大脑方方面面的功能，比如人的身体和意识之间的联系。对于一大部分的人来说，这部分的内容会比较枯燥，因为你需要记住很多生理和生物上的名词以及它们的作用。但是过了这一阶段，你就会学习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人的五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感官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下一个分支，比如大家都很喜欢的变态心理学。当然这里的变态并不是说一个人很变态那种贬义的意思，而是非正常或者说反常的意思。这一分支就比较接近于大家平常所接触到的那种心理学，包括了很多心理学疾病，比如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说到过的心理学疾病。你在这一门中就会学习到这些疾病的病理性、并发原因和治疗方法，而且这个也是作为临床心理学的必修之一。而说到临床心理学，它是属于科学理论和临床知识的结合，在于理解、预防和缓解基于心理上的痛苦和功能障碍，促进个人发展和主观幸福感。所以在这一分支，你就会学习到心理评估、临床制定和心理治疗。如果你以后的就业目标是心理咨询这一方面的，那么你就需要学好这门分支。而很多人认为心理学是和商业毫无关系的，但是心理学也包含了一门叫做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的这一门分支。这门主要是针对员工、组织、职场的科学研究，目的的话呢，是为了提高绩效，提高员工的整体健康程度、员工的满意度，激励员工来更好的为组织的成功做出贡献。你这个讲的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传销？传销的人真的也都学过心理学的呀？是吗？的确，他们要利用这人性的这一点。所以呢，你也会学习到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的相关的知识。假如你以后的就业目标是管理这一方面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专精于这一门分支的知识。既然有针对工业与组织的心理学的话，那么同理也就有针对社会的心理学，也就是另一门分支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心理学中，你就会学习到个体是如何思考、影响他人，以及和他人产生联系的。比如说，你会学习到一个人是如何吸引到另一个人的，或者人和人的交流之中是如何说服对方的，又或者是如何产生友情、背叛以及报复，这些不同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更大层面上的话呢，你也会学习到群体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发展规律。那么为了了解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个体是如何从一个小孩成长到现在的模样，我们就会学习到另一门分支，就是发展心理学。在这一门中，你就会学到从婴儿到小孩到青年到大人再到老人，这些不同年龄时候的心理上的转变，像是他们该如何克服当前年龄段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你会学习到人一生的成长，包括身体、认知、智力、知觉、个性和情感上的成长，以及先天和后天的因素是如何对心理上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而发展和教育又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你还会学习到教育心理学。这门主要是从认知和行为的角度来研究学习的过程，让研究人员可以从智力、认知发展、情感、动机不同方面的个体差异，分析个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概念，以及他们在学习中的作用。你会学习到很多测试和测量相关的东西，用来加强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和评估相关的教育活动，从而促进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面对各种教育环境中的学习过程。所以这一分支也很适合教职人员去学习。而针对个人的性格的话呢，你要学习到另一个分支，也就是人格心理学。简单来说，就是学习一个人所持有的所有行为模式的心理学。我刚刚虽然说的是性格，但是这个人格包含的不只是性格，
同时也包括了一个人的信念、自我观念和行为特征。你会学习到关于人的特质，比如一个人是否外向、是否友善，这些不同但是稳定的特质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同的人格。而当人格过于偏激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人格障碍，严重的甚至会有违法的行为。因此，你就会学习到犯罪心理学这一门分支，主要是学习犯罪分子和所有参与犯罪行为的人的观点、思想、意图、行为和反应，也需要对犯罪分子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评估，包括像是需要确认罪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否有精神疾病，以及他们重新犯罪的概率，还有治疗后能否降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而作为犯罪心理学家的话呢，也会参与到调查工作，或者是和嫌疑人面谈等事项，就是电影里很帅很高大上的那一种。那么犯罪后呢，罪犯就是要面临法律和道德上的审判，所以我们还有道德心理学，这门包含了心理学和哲学的领域，学习从心理学方面来看待道德的发展和动机，还有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以及道德对心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那么以上这些心理学中的分支只不过是心理学这门专业中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我没有说到的，比如说像是法医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统计学等等。而像变态心理学这样大家最为熟悉的，也只不过是这么多心理学分支的其中一个而已。所以心理学其实是一门非常广泛的科学，相信你现在对心理学是学什么的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你是否想要选择心理学作为你的专业有了一定的帮助。所以答应我，下次不要再请心理学的学生来为你算命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下上一卦？滚！